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1月19号星期日，看今天算是盛装出席了，对吧？买的皮肤衣22号或者23号才能送到。今儿穿了波士顿这件，买了一件 Essex 的。昨天直播感谢大家伙啊！我每次完了都感谢大家，并且跟大家说抱歉，因为弹幕挺多的，有时候我确实没看过来，抱歉啊。但是我会回看的。而且有的时候我一说话的时候可能就漏过去了。我觉得直播这形式挺有意思，回头多跟大家聊聊天。今天轻松跑，然后咱们聊聊跑姿的事儿，好吧？今天好好跟大家聊聊。最近老是闲聊天了。那行，那一会儿再亮一点咱们聊啊，加油干！哎，小伙伴们，已经跑了10多公里了，看天亮起来，这个银杏还是挺漂亮的。今天是晴天。我总说跑姿是训练的结果，不是模仿的过程，我还是坚持这一点。很多人教怎么跑步，或者是大家有时候看马拉松比赛的直播，主持人也说谁谁谁的跑姿特别的省力。您相信我，没有省力的，他都是觉得挺累的，他都是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力量去比赛的。只不过呢，好的运动姿态能让你更好的发力而已。就说白了，你如果不摆臂，跟你摆臂来比，你跑同样的配速，你腿用的力量是不一样大的，你的核心用的力量也是不一样大的，对吧？但是你腿省去的那个力去哪儿了呢？就去胳膊了。所以说，有人说送髋，有人说抬腿，有人说充分后蹬，这都没错。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跑起来做不到这些，或者大多人跑起来做不到这些？是因为需要做到这些的肌肉没有力量。咱们可以举个夸张点的例子，你可以想象，您的上肢一点劲儿都没有，你摆臂特别费劲。那你在跑步过程中肯定腿要用更多的力量，因为你摆不了臂，你就完全摆不了臂。假设这就像我们看残奥会，看游泳，有的游泳运动员是那种可能有过截肢或者怎么样，那他肯定是要比你所有地方都能用上劲儿的人，其他地方要费劲儿的，对吧？那这个费劲儿不是他希望的呀，也不是我们跑步的时候希望的呀。我也希望我的步幅能再大，然后后蹬能再充分，但是我蹬不动了呀。用我现在的能力，如果我想充分后蹬，那其实就是得不偿失，它就是会减慢你的比赛成绩，并且呢会增加你受伤的风险和花更多的力气。那怎么办呢？两个办法，一个办法呢就是做专项练习，但是这个专项练习大部分时候对马拉松来说并不会有显著的变化，对普通人来说，因为它这跟练肌肉不一样的，这种专项练习很难的。就是首先你不一定能对症下药，再其次因为你没有专业的指导，再其次呢它是一个长远的功夫，甚至比积累跑量还要长远才能体现出明显的变化。也看到他们第2次了，然后你看不到长远，你几乎是看不到变化的，很难。
像大家看，有的时候我的全身跑步的姿势，我觉得我的核心还可以，虽然力量没有那么强，但是相对稳一些。但是我也没有刻意练过，就说白了，我那点练只能说维持它就不退化，都是跑出来的。所以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点，就是它是跑出来的。就这么说吧，比方说我现在4分39的配速，您跟着我这个配速的时候还跟不住呢，假设，因为我也碰到过朋友一起跑，就是比方我跑到430，跟着就很费劲了。但是呢，或者说我跟别人跑，人家跑到3分40，就比方说田中先生，他还很稳呢，我已经踉跄了。那在这个程度下，您还追求什么跑姿呢？对吧？或者再这么说，您追求的其实是在一个更快的速度下还能游刃有余。那这其实都是能力，不是姿势问题，真的不是姿势问题。不是说你用了另一个姿势你就能更快了。还有一个点可能会被偷换概念，就是在一个您能掌控的配速下，是否要跑得更漂亮一些？这个我觉得有待商榷两说，谁都想跑得更漂亮一些。这个做法我觉得可以，就是可以借鉴，但是不要盲目。这是心里话。就比方说我在跑5分的配速的时候，我会刻意控制让后蹬再充分一些，就是我有额外的力气去费在那儿。这种费呢，就是帮助我找找感觉而已。我真的快起来，或者说累起来跑比赛，说白了这些就全都忘到脑后了，你根本就顾不上。而这些东西你要是想顾上，你要付出的那就不是1次2次了。一般人说实话就穷敌普通人的运动生涯，您看我都跑了9年了，10年了，马上也就不过如此啊！我都跑了9年快10年了，我觉得我还没摸到边儿，我都跑了好多公里了。所以不要把这个精力都浪费在这些上，你就是跑出去。那普通人来说，或者说业余精英来说，怎么算跑得好呢？就是跑得快，跑的时间长，跑的距离远，在固定距离下时间短，在固定配速下距离长，对吧？那就可以了。你做到这一点，说白了，您说全程马拉松能跑2小时30的人和只能跑3小时的人，你放在那儿比，肯定是2小时30的那位小伙伴会跑得更好看一些。快了自然就好看了，因为你不好看是快不了的。但是它不是一个谁决定谁的这么一件事儿，不是说先好看才能快，或者是先快才能好看，它是在慢慢变快的过程中变化的，互相影响的。你们看前面背包这些小伙伴跑得很慢，那他这个配速，那不需要充分后蹬啊，就是轻松跑啊，对吧？我们也不会要求人们散步走路的时候要蹬腿抬腿，前倾送髋，对吗？您散步的时候前倾，那就摔在那儿了，是不是？行吧，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，大家真的看学，觉得人家说的也没错，教跑姿分享跑姿的人也没错，这样的是好看的。专业运动员很多跑得好的能跑成这样，但是
怎么去看这个东西，不是模仿着去看，是看到自己的未来。在这过程中呢，顺其自然就好了，真的顺其自然就好了。归根结底就是多跑，让自己的能力上升，对咱们来说就真的就足够了，好吗？那咱们加油干，训练后见。11月19号星期日清晨7点13，训练结束，第3个训练日，跑了20公里，平均配速4分48，最快的1公里是4分19，平均心率139，功率204。步频197，步幅1.06米，垂直振幅6.4厘米，卡路里999千卡，1小时36，还行啊。到冬天跑步啊，你看我这个表是这样带，这个按钮都在这边，对吧？要就得开那个按钮锁了，或者就得把这个袖子这样起来，或者给它把表挡上。像有的皮肤衣呢是那种就能有那种屏蔽信号的功能的，就像马拉松比赛，如果您起跑之前特冷或者下雨，有穿那种就像铝箔纸似的那种一次性雨衣的，如果你把那后面布挡住，你一过起点，那可能扫不上。有的那个衣服的材质会影响 GPS 的信号，所以我冬天的时候我也习惯把表露在外头，所以就开那个锁，特冷的时候就不露在外头了。如果您戴这只手呢，这个数码表冠或者按钮在这边，那你戴手套的时候，这冬天我戴上手闷子的时候，特厚的也会碰到，也得有锁，还是挺冷的。我这为了拍摄把手套摘了，全程也戴手套，然后会流鼻涕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聊聊跑姿这事儿，真的是如果跑姿能模仿，大家想，所有专业运动员的跑姿都会是一模一样的，都会是最优秀的，最所谓的有效率的，对吗？因为人家就是干那个的，他比咱们有时间有精力去模仿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3个训练日，第一天早晨下雨跑了21，下午呢跑了3，第二天昨天跑了30，今天又跑了20。你想，如果您长年累月的积累达到这种训练能力或者恢复能力的时候，其实跑姿不重要了。像对我来说，我为什么说我希望能更好呢？是我觉得我在现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，我已经能找到一点点调整跑步动态的感觉了，所以我才说从去年北马之后，我的课题就是继续加大步幅，想办法加大步幅，降低步频。但是真的挺难的，我在很刻意的跑步的时候可以降到190多，比赛的时候或者快速就是艰难的训练的时候根本就做不到，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步幅，你又想要那个速度，那你只能被动的不自觉的把步频变快，对吧？这个是不可避免的。那怎么能有大步幅呢？那就是拼力量呗。所以有些自媒体说的特别对，就是新手拼耐力，然后老手拼的是力量。就到最后，就像昨天我直播说的，你跑完一场全程马拉松，你觉得你还能跑，就也不过如此，但是你不能再快了，你没劲儿了，你累了，你的步幅不能再大了。那高水平以后就是拼步幅拼的其实就是各种力量。这个力量不是说我做深蹲什么的就行的，如果那么简单的话，这个马拉松运动员们现在世界上这些运动员也不是这样了，真的不是这样了，就不会每天就一个月跑700-800、800-900上1000公里的这么去跑了，对吧？大家说呢？好吧，那今天跟大家说这么多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努力的、顺利的、开心的冬训。今天有比赛的小伙伴们看到视频的时候都已经开心的回到家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么着，咱们加油干，明天回评论，明天第4个训练日，咱明儿见。